嗨，亲爱的书友们，欢迎来到书海时光，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。赶快关注我们，一起畅游书海，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。大家好，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本充满智慧与洞见的书。阅读是一座随身携带的避难所。How to Write a Book。这本书由莫提莫 ·Z· 艾德勒 （Mortimer Z）、艾德勒和查尔斯·范多伦 （Charles Van Doren） 合著，首次出版于1940年，经过多次修订和再版，至今仍被奉为阅读领域的经典之作。艾德勒是一位杰出的哲学家、教育家，他不仅在哲学领域颇有建树，还致力于推广阅读与学习的方法。而范多伦则是一位著名的学者和作家，曾参与过美国百科全书的编纂工作。阅读是一座随身携带的避难所，不仅仅是一本关于如何阅读的书，它更是一本关于如何思考、如何学习、如何生活的指南。在信息爆炸的时代，我们每天都被各种信息淹没，如何从中筛选出有价值的内容？如何深入理解一本书的精髓？如何通过阅读提升自我？这些都是这本书要解决的问题。通过阅读这本书，你将学会如何成为一个主动的读者，如何从阅读中获得真正的智慧和乐趣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有些人能够在短时间内掌握大量知识，而有些人即使花费大量时间阅读，却依然感到迷茫和无助？著名物理学家理查德·费曼 （Richard Feynman） 曾经说过：“我无法创造的东西，我就无法理解。”这句话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：真正的理解来自于主动的思考和创造性的应用。那么，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？答案就在阅读是一座随身携带的避难所中。1. 主动阅读，成为书籍的主人。主动阅读是一座随身携带的避难所的核心理念之一。艾德勒和范多伦认为，阅读不仅仅是被动的接受信息，而是一个积极主动的过程。主动阅读者会不断地提出问题，寻找答案，并进行批判性思考。主动阅读的理论基础在于认知心理学中的建构主义理论。该理论认为，学习是一个主动建构知识的过程，而不是被动接受信息的过程。主动阅读者通过与文本的互动，构建起自己的理解框架，从而更深入地理解书中的内容。要成为一个主动的读者，你可以尝试以下几种方法。一、提出问题，在阅读之前，先问自己一些问题，例如这本书的主题是什么？作者的观点是什么？我同意作者的观点吗？等。2. 做笔记，在阅读过程中，随时记录下自己的想法、疑问和感悟。这不仅有助于加深理解，还方便日后回顾。3. 批判性思考，不要盲目接受书中的观点，要学会质疑和反思。例如，你可以思考作者的论证过程是否合理，有没有其他可能的解释等。艾德勒在书中写道，一个主动的读者就像一个探险家，他不断地探索新的领域，不断地提出问题，不断地寻找答案。这句话形象地说明了主动阅读的本质。以阅读时间简史为例，一个主动的读者会先了解霍金的基本观点，然后思考这些观点的科学依据和哲学意义，并尝试将其与自己的生活经验联系起来。通过这种方式，他不仅能更好地理解书中的内容，还能从中获得新的启示。2. 分析阅读，深入理解文本。分析阅读是艾德勒和范多伦提出的另一种重要的阅读方法。他要求读者对文本进行深入的分析和解读，以达到对书籍的全面理解。分析阅读的理论基础在于文本分析理论。该理论认为，任何文本都包含着多个层次的意义，包括字面意义、隐含意义、作者意图等。通过对文本的深入分析，读者可以更全面地理解书中的内容。分析阅读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步骤： 1. 了解书籍的框架，在阅读之前，先浏览书籍的目录、前言、后记等，了解书籍的整体结构和主要内容。2. 理解关键词和概念，在阅读过程中，注意识别书中的关键词和重要概念，并尝试理解其含义和作用。3. 分析作者的论证过程，注意作者是如何提出问题、论证观点、得出结论的，并思考其论证过程是否合理。4. 评估书籍的价值，在阅读结束后，思考这本书对你有什么启发和帮助，并评估其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。范多伦在书中写道，分析阅读就像剥洋葱，你一层一层的剥开，最终会发现一个完整的核心。这句话形象地说明了分析阅读的过程。以阅读资本论为例，分析阅读者会先了解马克思的基本理论框架，然后深入分析其核心概念，如剩余价值、阶级斗争等，并思考这些概念在现代社会中的应用和意义。通过这种方式，他能更全面地理解马克思的思想，并对其理论进行批判性思考。3. 主题阅读，构建知识体系。主题阅读是艾德勒和范多伦提出的最高层次的阅读方法。他要求读者围绕一个特定的主题，阅读多本相关书籍，并进行综合分析和比较。主题阅读的理论基础在于知识整合理论。该理论认为，知识不是孤立的，而是相互联系的。通过主题阅读，读者可以将不同书籍中的观点和知识进行整合，
构建起自己的知识体系。主题阅读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步骤：一、确定主题，选择一个你感兴趣的主题，例如人工智能、气候变化、心理学等。二、选择书籍，根据主题，选择几本相关的书籍进行阅读。三、比较和分析，在阅读过程中，注意比较不同书籍中的观点和内容，并进行批判性思考。四、构建知识体系，将不同书籍中的知识进行整合，构建起自己的知识体系。艾德勒在书中写道，主题阅读就像拼图，你把不同的碎片拼在一起，最终会看到一个完整的画面。这句话形象地说明了主题阅读的过程。以人工智能为主题进行主题阅读，你可以选择阅读人工智能，一种现代的方法，深度学习人工智能的未来等书籍，通过比较和分析这些书籍中的观点和内容，你可以更全面地了解人工智能的发展现状、挑战和未来趋势，并构建起自己对人工智能的认识。四、阅读习惯，持续提升自我。除了以上3种阅读方法，阅读是一座随身携带的避难所，还强调了培养良好阅读习惯的重要性。艾德勒和范多伦认为，良好的阅读习惯是持续提升自我的关键。习惯养成理论认为，习惯是行为的自动化模式。通过培养良好的阅读习惯，读者可以更有效地进行阅读，并将其融入到日常生活中。以下是一些培养良好阅读习惯的建议：一、制定阅读计划，根据自身情况，制定合理的阅读计划，例如每天阅读30分钟，每周阅读1本书等。二、选择合适的书籍，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求，选择合适的书籍进行阅读。三、创造良好的阅读环境，选择一个安静、舒适的环境进行阅读，并尽量减少干扰。四、保持专注，在阅读过程中，尽量保持专注，避免分心。五、定期反思和总结，定期反思自己的阅读过程，总结经验教训，并调整阅读计划。范多伦在书中写道，阅读就像锻炼，你必须每天坚持，才能看到效果。这句话强调了持续阅读的重要性。以著名作家村上春树为例，他每天坚持阅读和写作，即使在旅行或生病时也不例外。通过这种持续的努力，他不仅积累了丰富的知识，还培养了敏锐的洞察力和创造力。总的来说，阅读是一座随身携带的避难所，是一本关于如何阅读的经典之作。它不仅教会我们如何主动的、分析性地、主题性的阅读，还强调了培养良好阅读习惯的重要性。通过学习书中的方法和技巧，我们可以更有效地进行阅读，从书籍中汲取智慧和力量，并不断提升自我。如果你也想成为一个更优秀的读者，如果你也想通过阅读改变自己的生活，那么我强烈推荐你阅读。阅读是一座随身携带的避难所，不要让这本书只是静静地躺在你的书架上，而是要把它拿起来，认真的阅读，并将其中的方法应用到你的阅读实践中。最后，我想用艾德勒的一句话来结束今天的分享：阅读是心灵的旅行，而阅读是一座随身携带的避难所，就是你的旅行指南。希望这本书能成为你人生旅途中不可或缺的伴侣，陪伴你走向更美好的未来。谢谢大家的聆听，希望你们都能从阅读中获得快乐和智慧。